这是什么离谱的展开？她居然变成了宅男狂喜的白毛妹子，还被拥有系统的大胸萝莉一顿追杀，最后还难逃惨死在怪物手下的命运。这一切的一切，还得从那一轮血月说起。陆一北不理解，怎么一睁眼仿佛来到了异世界？熟悉的高楼大厦间，怎么盘踞着巨大恐怖的怪物？这不把巨物恐惧症的人吓个半死？还有这疯狂扒拉他裤腿的老男童们，不对，这扒拉裤腿的人怎么没一个正常的？他们嘴里还大叫着什么魔女大人？他陆一北是男人，可不是什么魔女大人啊！虽然时常想着这个世界毁灭吧，我累了，但世界末日如果是这番景象的话，还是挺让人难以接受的吧。好不容易逃离了男童们的追击，陆一北看向一旁玻璃窗中的自己，我去，这居然是镜子中的自己！自己什么时候变成宅男狂喜的白毛妹子了？就在此时，死去的记忆开始疯狂攻击陆一北，他似乎就要想起什么来了。可惜男童怪物们的袭击已经接踵而至，不守难得的怪物们逮哪里摸哪里，他们都是被魔女气息吸引而来的。在一顿18禁的极限拉扯中，陆一北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史上最惨男主开局，面对世界末日就罢了，怎么还被怪物淹没，难上加难呢？好在为了大家的身心着想，陆一北很快惊醒了。满身大汗的陆一北只觉得一阵心悸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梦了。自从他车祸以后，便时不时会做这个变成白毛妹子的梦。而那场车祸不仅让他变成了面瘫，在治好了视网膜脱落后，还时常会出现幻觉，经常能看见一些散值狂掉的诡异场面。本着相信科学的原则，陆一北决定去医院挂个号看看眼睛，毕竟青春男大学生是不该梦见缠身子怪物男童的呀！你太卑鄙了，谢脚。陆一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坐在了眼科医生杨教授的对面。杨教授阅览完病历，这小子出过车祸，眼睛做过角膜移植，但记录显示他的眼睛应该是完全恢复了才对。可陆一北却说他现在时常能看见一些幻觉。杨教授便刨根问底，问他看到了些什么。我要说的是，你们千万别害怕，我是医生，不会怕，您请说。既然杨教授都这么说了，陆一北只好将自己看到的东西和盘托出。他见到一个小女孩在溜比卡车还大的柯基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小女孩已经骑着柯基飞老远了。而这还不算完，就在几天前，他正在男更衣室换衣服，却碰见一个学姐也在男更衣室里。随后学姐居然掉头就跑了，可把他吓得够呛，甚至还报了警。杨教授听完就笑了，现在的男大学生都几岁了，还那么害羞，真是太逊了。有必要报警吗？人家姑娘肯定是走错更衣室才掉头就跑吗？这么点小问题，不至于扯上什么灵异幻觉吧？而陆一北却反驳杨教授，这可不是什么小问题啊！我说的掉头就跑的意思是学姐真的把头都落下了，自己的身体却跑掉了呀！听完这番话，杨教授的三观随着眼睛一同震碎。他稳住情绪问陆一北，不是报警了吗？有找到那个学姐吗？陆一北回答警察最后在事发地搜出一个粉色的发卡，并建议他来医院检查检查脑子。陆一北这不就来了吗？杨教授逐渐理解了一切，他表示陆一北可能真的有点问题，他可能是撞鬼了呀！陆一北愤怒的一拍桌子，我是抱着相信现代医学的态度来看病的，你可别和我搞封建迷信啊，我很怕的呀！杨教授见患者果然和想象中一样易怒，赶紧稳定住患者的情绪，随后在陆一北的诊断书上写下精神病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还有最后一次看见幻觉吗？接着讲讲吧。杨教授看着眼前这位患者情绪逐渐稳定，不禁涌现出一股出自职业素养的责任感。医者仁心，他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安全交接给精神科的同事才行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最后一次看见了什么幻觉啊？杨教授还在循循善诱开导着眼前的患者，殊不知陆一北的逐渐平静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缓缓开口，最后一次是刚刚在医院看见了一个浑身肿瘤的怪物，而他现在就在您的身后。陆一北意识到这家医院可能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，趁着还没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抓起来，他赶紧猫进草丛里脱身开溜。他感叹一句人生无常，便自顾自地朝回家的车站走去。这个世界实在太冰冷了，又是梦到怪物，又是被当成精神病的，也只有自己的纸片人老婆白小花还有一丝温暖了。然而陆一北还没和白小花温存片刻，他眼中的世界再次变得割裂起来。熟悉的楼宇之间挤满了阴森可怖的庞然大物，这种散值狂掉的诡异场面他已经经历好多回了，一定是自己的睁眼方式不对。陆一北揉了揉眼睛，再看向窗外时，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陆一北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。就在宅男无比苦恼之时，殊不知他背后的妹子已经审视他许久了。系统，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魔女？是的，顾倩倩宿主，她就是会导致世界毁灭的元凶，请您现在就处决她。倩倩听完立马起身指指前座的陆一北，毁灭世界的魔女，准备受死吧！陆一北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个呼之欲出的大胸妹子，她这是发什么神经？感觉她看上去比自己更需要看看精神科呀，而且一见面就爆粗口，这么不好惹的家伙，自己还是躲着点好了。小姐，我不叫陆一北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叫狗二蛋。不留给顾倩倩任何反应的时机，陆一北眼疾手快，看见到站便下了车，就让这女孩和她身旁漂浮的玩意见鬼去吧。顾倩倩看对方行云流水的开溜，不由得满头问号。
系统，你不是说她就是魔女吗？可魔女怎么是个男人啊？系统也无语了。检测结果无误，对方无疑就是未来会毁灭世界的魔女。一根筋的少女听完当即火冒三丈，你等着吧，狗二蛋！我一定会从你的手上拯救这个世界。系统又被整无语了。宿主，那个人的真名就叫陆以北，他骗了你。你太卑鄙了！去了这么多家医院都治不好眼睛，陆以北也有些泄气了。看样子他的幻觉只能隔一段时间，说不定自己就恢复了。然而他才走神了片刻，一个西装笔挺的兔子人却突然拦在他身前。陆以北只觉得自己撞在了一堵墙上，还没来得及向对方说抱歉，对方宛如等比例放大的兔子脑袋，那双诡异的眼睛直接把他震在原地。他一言不发地塞给了陆以北一张传单，传单上的内容也是些意义不明的方块和兔子玩偶。陆以北礼貌性地拒绝了兔子人的好意，走夜路居然能遇上这种怪人，确实挺让人后怕的。然而刚刚还挂着一轮皎月的天空骤然暗沉下来，兔子人呆立在原地已经半晌，他万万想不到在这里会有意外收获。诡异的传单逐渐溶解，兔子人也露出一抹瘆人的微笑。下一个目标终于找到了，我马上就到你家门口。他收到的快递居然颠覆了科学与神学，这什么鬼？这冥王神像是要拿着核弹头把众生超度了吗？而且这手机铃声好吵，先掐掉。现在似乎好多了，然而接通的电话里却传出比铃声更加聒噪的声音，刺得陆以北耳膜生疼。电话的另一头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大哥白开，而这个捧着核弹的大日冥王手办也是白开送的。陆以北问水哥送他这种中西结合的贵物做什么，水哥则解释说小伙子不识货，这可是网络爆款。陆以北此前和水哥念叨过，最近总能看见脏东西，这不他便送给陆以北这个辟邪的大日冥王，而且还是个大号的。咱水哥对陆以北的体贴不言自明了吧？抱着这尊网络爆款的陆以北，只感到他和水哥有着深深的代沟。好不容易和小北通上了话，水哥本想再好好和他讲讲这冥王像的说法，可惜陆以北懒得再听他扯犊子，想着这位夜店牛郎这个点该上班了，便赶紧敷衍着水哥，让他好好去陪客户，别整天想着骚扰他。而水哥干的这行业也不好反驳，只能美其名曰解释道，这叫男公关，懂吗？不过做牛郎也只是用来掩饰他真正的职业罢了。他感觉小北越长大越不爱和他亲近了，看了眼通话戛然而止的手机，大大咧咧的水哥罕见的心情低落了一丢丢。这些客户非要来打扰他和小北通话的甜蜜时光，正在气头上的水哥只好把他们一锅端掉来泄愤了。这些都市怪谈们最近是越来越猖獗了，水哥没去找他们麻烦，他们反而自己送上门来。虽然小北最近的情况让水哥有些忧心，但本职工作他完成起来可是相当认真的。身躯庞大的怪物逐渐伸出黏腻腻的触手，而水哥则不慌不忙。这些怪物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噩梦，但对水哥来说，拔除这些东西也就是弹弹烟灰的功夫。而这边的陆以北心情也并不平静，他还惦记着回家前遇到的那个诡异兔人。近几年传了许多都市传说成真的事情，他庆幸自己没有被那个兔子人缠上，不然他连觉都要睡不好了。不对，这是哪里？他刚刚不是还在床上睡觉吗？怎么一睁眼来到了陌生的卧室里？门外还刚好传来了开锁的声音，这被房主抓到他可怎么解释？大门被人重重推开，门外晃进来一位醉醺醺的都市丽人，对方一边吐槽恶心人的上司，一边毫无防备地脱下高跟鞋往床上一躺。这下躲在角落的陆以北算是暂时安全了，万一被人家当成变态抓起来的话，那他今后的日子可太有盼头了。正当蹑手蹑脚的陆以北就要逃出升天之际，门外却突然传来阴森恐怖的问候语，一阵直入骨髓的寒意让陆以北浑身打颤。嵌好的安全扣被人轰然撞碎，完蛋，有什么人要闯进来了？陆以北做梦都想不到，他和诡异的兔子人会以这种方式再相遇。对方是有备而来，手里反握着刀子。陆以北的瞳孔吓得一缩，惊恐地喊道：“别过来啊！”然而持械闯入的兔子人却径直穿过了他的身体，当着陆以北的面走到了女孩的床前，然后举起了匕首。危险，快醒醒啊！饶是陆以北喊得嗓子都生疼，女人也还是享受着婴儿般的无忧睡眠。兔子人得意地笑了，而且笑得非常纯真无邪。他终于挥下了屠刀，无辜女孩的内脏就这样在陆以北眼前砍断、切开、剁碎。随着刽子手一下下手起刀落，鲜活的生命像断线木偶一般快速失去了生机。哪怕是做梦，这一幕对陆以北来说也太过冲击了。他只能恐惧地看着兔子人缓缓停手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兔子人摄人的眼眸蓦然投射过来，把陆以北吓得连连后退。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谁被这种杀人犯瞪一眼能不慌张？该死，偏偏还在这种时候绊倒了。陆以北赶忙抬眼看去，可睁眼便是兔子人近在咫尺的癫狂大脸。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半夜3点28分，江离的贴身侍女收到了白开的通知。她不理解，区区一个 C 级的怪谈也需要她来现场吗？案发现场留下了醒目的诡异传单。江离对这种 C 级怪谈的作案没有太大兴趣，白开却在血腥的现场吃着泡面，劝他先别急。
叫他来肯定是有他感兴趣的线索要提供给他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江离的眼瞳一亮，现场居然发现了兔先生的绒毛。这兔先生乃是暮色魔女手下的眷属，而暮色魔女半年前已经被江离处决了。怪谈是无法通过处决来彻底消灭的，只要有人相信怪谈的存在，他们就会无限重生。所以兔先生的出现是为了复活他的主子暮色魔女吗？白开就知道江离会这么想，但事实却是兔先生并没有那么忠诚。两个疑点可以证明兔先生并没有复活主子的想法。第一是他先暮色魔女一步醒来，却在单独行动；第二则是现场残存的灵能显示，兔先生由 C 级的灵能逐渐进化为 B 级了，这说明他并没有将受害者的血液供奉给主子，而是自己利用。这家伙的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他想摆脱主人暮色魔女的控制，并且成为新的魔女种。江离非常清楚魔女种这3个字意味着何等灾难，光是回忆起半年前的惨状就让人大脑刺痛。司夜会不能永远等着灾难发生后再去补救，他吩咐侍女阿花去跟踪调查每一个接触过兔先生的侍女，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咱们陆一北。他的眼前还浮现着兔先生状若疯癫的面孔，感受到生命危险的陆一北瞬间惊醒，如同针扎一般的寒意随着他坐起身而逐渐褪去。他逐渐稳定住情绪，吐槽着都怪他今天遇到了那个派传单的兔子人。然而荒诞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，他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整天。虽然觉得不对劲，但他还是决定先点个外卖试试。然而翻兜找手机的他却摸到了更诡异的东西，自己什么时候把这么一张纸片揣在兜里了？陆一北缓缓摊开纸片，看到这张熟悉的传单，陆一北只觉得脊背骤然升起一阵寒意。这鬼东西是什么时候塞进他兜里的？就在他心中生出不祥预感的同时，他住处的房门却不合时宜地响起了门铃声，而这个点不可能有人拜访他这个资深宅男才对呀。他们这个世界又没有社区会上门给他做核酸，甚至还发出恐怖的问号声。对方一遍遍地摁着门铃，显得十分不耐烦。可怖的声音说着没有人的话，他可要进来了。陆一北急忙大吼，肯定有人住啊，让对方赶紧滚。而恐怖的声音却嗤笑一声，既然有人的话，那他更要进来了。对方这么不按套路出牌，可给陆一北吓的。本着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原则，他决定打开居家监控，看看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。但不看这一眼还好，陆一北定睛看向屏幕，恐怖的兔头怪人居然正对着摄像头向他问好。我操！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帅，这是小帅的大哥大壮。搞错了。陆一北看了眼家庭监控，差点没吓死。他家大门外的鬼东西居然就是梦里的兔子人。陆一北直接把手机都甩飞出去500米，而水哥送给他辟邪的大日冥王像此时也悄悄地浮现出神秘的纹路。就在老弟陆一北撞鬼的同时，水哥也在夜店里被迫营业。身体非常老实的水哥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却突然感觉到冥王像的异样。看着突然起身的水哥，小姐姐们不知所措。我靠，出来刷2波野，家居然被偷了，小北有危险！正在兴头上的小姐姐们看着水哥拎衣而走，水哥笑着打了声哈哈，说他马上就回来。而专职追查怪谈的司夜被临时据点里，侍女看着灵能波动越发剧烈的手机咧嘴一笑。我家大小姐果然神机妙算，今晚会被兔先生袭击的真的是这个陆一北。他当即拨通大小姐江离的电话，他带领的 A 队成员这就出发把兔先生解决掉。江离点头应允，侍女电话那头却突然传出瘆人的尖叫。这突然之间发生什么了？是嫡媳他们。突然的变故让江离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瞳中突然变得茫然而深邃。庞大的灵能感知如同一张大网般圆形展开，所过之处任何怪谈的灵能大小都逃不过他的定位。然而就在他触碰到庞大灵能的源头之时，一股连他都为之心悸的灵能粉碎了他的感知。这为什么阿花的方向会出现 S 级怪谈的灵能波动？偏偏在他们要捕获兔先生的关键时刻。但江离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，天灾级别的怪谈降世，放任不管的话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兔先生和陆一北，他只能暂时先放一边了，要优先处理掉这个天灾级怪谈才行。可怜的陆一北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，要以凡人之躯面对未知的怪谈之物。面对个鬼啊，对方可是能把铁门都掰开。事情发展之迅速，让陆一北连下楼的机会都没有。他突然瞥见一旁说是能辟邪的大日冥王像，有办法了。如果不反抗，就会像梦里的女孩一样被杀掉。他果然还是不能接受那种结局啊！已经被吓到腿软过的陆一北接受了自己曾经的软弱，而一旦接受了自己的软弱，那陆一北就是无敌的。能徒手掰断门板的兔头人被陆一北一记大日冥王断头台砸倒在地。一个晚上经历2场噩梦的陆一北喘着粗气，而兔头人的兔子头套也滚落一旁。冷静下来的陆一北一眼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梦里的兔子人可不是戴着那种玩偶头套，而且他砸倒的东西根本不像是人类啊，
反应过来自己居然砸死了一只怪物，陆一北只感觉胃部一阵翻腾，随后跪在地上干呕不止。吐完后的他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，眼前的事物都开始怪异扭曲起来。见鬼，自己又开始看见幻觉了。但陆一北的意识也迅速模糊起来，坚持不到5秒，他便栽倒睡去。他自一片城市的废墟中缓缓苏醒，此时的人类世界举目已是一片破败。陆一北不是第一次梦见这个场景，眼前的一切都给他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突然间，他正对着半空中燃起一撮突兀的火苗，火苗在几个呼吸之间又以燎原之势越烧越旺。陆一北想远离，但身处楼顶的他无处可逃，滔天火焰逐渐聚成人形。一名身不着寸缕的女子从中展露身形，有中山者，有女子1清1，所见之处大旱，赤地千里。